林图，林图，松开他，他会打死你的！你再不松开，我就把你打得半死，扔到猪圈去。你妈前几年嫁过来的时候不安分，老子把她关几回猪圈，她就老实的不行了。妈妈，以后的你再也不用遭受这些了。如果世界上真的有神，我许愿让妈妈经历的磨难痛苦，统统让我来承受吧。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！妈，我没事儿，别担心。妈妈嫁给爸的时候是个傻子，后来又变成了瘸子。3年前的夜晚，我和爸妈一起进城，村里的车翻了，我妈为了救我们，硬生生将一车人都挖了出来，最终伤到脊椎，瘫痪在床。儿子，走了。快上车，我带你和你联谊去城里生活，以后不回来了。那妈怎么办？管他干什么，本来就是个不值钱的傻子，不是看在他给我生了个儿子的份上，早把他退货了。现在他又瘸了，连饭都做不了，还要他干什么？虽然妈妈是傻子，只会蒙头干活，从来不说话，可只要我受了伤，妈妈比谁都着急。她会给我包书皮，会在我发烧的时候背我去医院。我的文具盒也是妈妈亲手做的。小图，跟我们去城里享福吧，我会对你像亲生儿子一样的。到时候你想要多少文具盒，联谊都买给你。儿子，以后再也不用干农活，也不用伺候你那个废物的妈了，还等什么？赶紧上车！我不走，我留下来照顾妈。真是个蠢货！你爸要带你去城里享福都不去，还真要守着你这个傻子妈呀！你妈是大傻子，你是小傻子。我们村里已经挺穷了，你们家还是最穷的一家，脏得跟猪圈一样。林图，你妈现在是个瘸子吧？是不是连饭都不能给你煮，衣服也不能给你洗？妈妈给我煮了那么多年的饭，洗了那么多年的衣服，我当然也可以给她洗衣做饭。你还会还嘴呢，我还以为你读书读傻了，骂人都不会了。你妈虽然又瘸又傻，这长得还真是村里最俊的，不然你爸那抠门样，能花这么多才气娶她？要不是没钱，我也想娶一个漂亮傻子。别声张，你想让别人都听到。没事的，就林图这个瘦弱的小身子板，我就是把他妈给办了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你们要干什么？离我妈远点！放我下来！离我妈远点！
居然还敢打老子！你这女人不是傻的不会还手吗？妈，快跑啊！都怪我，都怪我啊！要不是为了救我，我妈不会瘸，更不愿被欺负都跑不了。你俩简直无法无天，是不是又想回监狱了？好孩子，我还以为你跟你爸走了，特意过来看看你妈，你怎么没走？妈，疼不疼啊？好孩子，周姨知道你护着你妈，下次再遇到这种事儿，你得叫你姨父，知道吗？这两个狗杂长，我之前就跟你说了，你以为林海走了是好事儿？这孤儿寡母的，村里不知道多少人盯着。那林海在这儿也没好多少，他天天揍媳妇儿，你又不是没听见。林图也经常挨揍，小小年纪又要读书又要干农活，你都忘了？你爸对你是不怎么样，但他既然要带你去城里，至少城里的学校更好。等你读完大学回来，就能接你妈走了。等到那时候，这世上还有我妈吗？你妈嫁过来之后，基本就是干活，也不说话，没有朋友。你还这么小，你妈腿又瘸了，真不知道以后日子怎么过。周姨和姨父都是村子里的善人，他们和我妈没什么关系，只是见她可怜，便多帮助了几次。周姨，我不想读书了，我想出去打工，带着我妈去治病。要读书，要读书，要读书！我不治腿，我不治了。妈，你会说话？要读书，读书明理。林图，在家好好吃饭，在学校听老师的话，知道吗？小图，你还小，一定要读书。你妈虽然傻，但也知道读书的重要性。姨父，我妈不是傻子是不是？她要真是傻子，为什么会说读书明理的话？小图，姨父不知道，我们也不清楚。你妈听说是很远的村里嫁过来的，你爸给了很大一笔彩礼。刚到我们村里的时候，你妈就是个傻的，后来生了你，虽然还是傻，但会照顾你。我要考大学，我要找工作，我要给我妈治病。以后不要再说辍学那种话，要好好读书。我们刚好没事儿，等会儿送你去学校。谢谢周姨姨父，我要给妈留点饭，就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。等会儿我自己去学校。但学校离这里好几里地呢，你走路过去要1-2个小时，还是我们送你去吧。谢谢周姨的好意，我不用，就当是锻炼身体了。对了，我家那小子有辆自行车，小图，以后你就让我家永恩带你，他骑累了你就带带他，你俩年纪相仿，要好好相处。谢谢周姨姨父。妈，我去上学了，饭菜在旁边柜子里热着，你记得拿出来吃。妈，要是再有坏人来找你，你记着把菜刀拿出来，他们胆小，就不敢欺负你了。后来他事业有成，但他家里人逼着他嫁给一个年纪很大的富商，他不愿意，绝食抗议。后来呢？后来林图同学的妈妈不知怎么的，绝食了几个月之后，突然疯了。那个富商也反悔不肯娶她，一个疯女人，也只有我们这种穷地方娶不上媳妇儿的光棍才会要。他爸妈就用一大笔彩礼钱把她嫁给了林海。说的好听是嫁，这不就是卖吗？怎么还不回家？
我想把作业做完，这样回去就能专心干活了。老师，您之前说的残疾证明可以办理吗？对不起，林图，我问过校长了，你妈妈她没有身份信息，你外公外婆不愿意出面证明，没办法申请残疾补助。没关系，孙老师，我会想别的办法的。好好读书，等你考上大学，再找份好工作，就有钱给你妈妈治病了。孙老师，我自学了高年级的生物书，上面有一章说，肌肉萎缩太长时间，就算能治，也治不好了，是吗？不要救我！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不要耽误你！妈，我一定会治好你的腿，这样别人欺负你，你就可以跑了。妈，我刚去地里收了庄稼，今年价格好，我去集市卖掉，等我放假，我就带你去省城看腿。便宜卖了，新鲜的蔬菜瓜果都便宜卖了。启宗，都已经整整16年了，高淑兰的爸妈都说她已经嫁给国外的富豪了，为什么你还是不肯放弃？我认识的高淑兰，绝对不是不告而别的人。就算她选择了别人，也一定会当面告诉我。那时候的你只是个穷小子，你凭什么认为他会等你？连他爸妈都说她嫁人了，你何必这么执着？你是个好人，但我不想耽误你。四位，下车吧。20、30，等我存够钱，就可以带妈妈去省城医院看病了。你没长眼睛啊？没看到我在这走吗？这里是摊位吗？你就摆摊，老娘我要城管来抓你！对不起，阿姨，我给你擦干净。我要摆摊赚钱，求你原谅我。快叫急诊，快！叔叔，我没事儿，我不想来医院。孩子，你刚才被推到路边，又被3轮车的货物压到腿，必须要做个全面的检查才行。可我没钱，叔叔，我不治。你放心，这钱不会让你出。那些箱子很重，万一伤到重要的地方，救治不及时，你下半辈子会坐轮椅的。叔叔，要是我的腿治不了，是不是能申请赔偿和补助？当然，可以。真好，那我可以拿补助钱给妈妈治腿了。爸爸不要妈妈了，我的钱给妈妈治腿。妈妈腿好了，以后要是被欺负就能跑了。启宗，我已经联系了律师，这里没有我们的事儿了，我们走吧。你还是人吗？这只是个意外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我要去找这孩子的家长，你要留要走，随你便。小图，回家。林图那小子每天一放学就回来给他的傻子妈做饭，今天还没到家，看来大家说的是真的，他被车撞死了。前人夫妻俩在外做生意，你儿子也不在，我看这下还有谁来帮你？你孩子就住这种地方？请问这里是林图的家吗？不是，你找他干啥？他出了车祸，在医院抢救，我是来通知他家长。你赶紧走吧。小图，我的家！
干嘛？放开他！这位女士，你还好吧？女士，一个傻子，还什么破女士？小图，我的小图！你那个儿子早被车撞死了。看见这个男人没有？来给你报丧的。喂，兄弟，你也别搞不清楚状况就来打抱不平。这娘们儿是傻的，她男人不要她了，跟人跑。儿子被车撞，咱们就算把他给，嘿嘿嘿嘿，没人会知道。嘿嘿嘿嘿。畜生！谢谢。小图，我要小图。成绩出来了，今年你又是第一，不出意外，咱们系还是你拿国奖。那当然，我可是高淑兰，谁都抢不走我的第一名。应该是我认错了，她可是高淑兰，从小到大都要做第一名的高淑兰，怎么会是眼前这个惊慌失措的女人？你儿子出了车祸，现在在医院，我带你过去看他。小图，小图，小图！他真的是傻子，而且双腿也瘸了，难怪林图嘴里一直念叨着妈妈。你是？你别误会，我是这个村里的小学老师。我知道这两个人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游手好闲，村里人都怕。我不会报警的。报警也不怕，我是正当防卫。你是他的？他的儿子出了车祸，现在在医院，我是来带他去医院的。那孩子没事吧？难怪他今天没来上课。他以前就算是每天都要跑2个多小时的山路，也会风雨无阻地出现在教室。难怪那个孩子说自己要是治不了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，反而高兴自己能拿赔偿和补助给妈妈治病。这世上竟然还有这么懂事、这么可怜的孩子。我能跟你一起去医院看看他吗？他爸爸扔下他跟妈妈跑了，他妈妈又是这种情况。好。她的表现为什么比刚才又糊涂了一些？她嫁过来的时候就有些疯癫了，之后生了小孩，倒是有了一些做母亲的本能，偶尔会叫林图的名字，但大部分时候都不清醒。难怪，拐来的。不是，是他爸妈亲自送过来的。校长告诉我，他爸妈曾经想将她嫁给一个年纪很大的富豪，她不愿意，被家人关了起来，不知怎么就疯了。后来我们村有个光棍给了一大笔彩礼，把她给娶了回来。这跟拐卖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在于，人贩子是亲生父母吧。谢谢陆先生送我过来，你先回去吧，这里有我看着。有任何情况记得通知我。你昨晚彻夜未归，去哪里鬼混了？思薇都跟我们说了，那只是个意外，她也不希望那孩子出事。她这些年对你情根深重，为你做了那么多事儿，你怎么能对她说那么难听的话？叔叔阿姨，你们别说启宗了，是我不好。他说我不是人，也是我该受的。都这个时候了，思维还在为你说话，
这么好的姑娘，我实在想不通你到底哪里看不上她。是啊，启宗，都这么多年了，思薇对你的心意我们都看在眼里，你就给她一个交代吧。除了找我爸妈告状，你还会干什么？爸妈，我从一开始就强调过，我心里有个结，不找到高淑兰问清楚当年的事儿，我誓不罢休。在那之前，我不会跟任何女人谈感情。启宗，你找了她这么多年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你自己等下去也就算了，难道要我和你妈一起等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年纪大了，唯一的心愿就是看到你成家，你有半点考虑过我们吗？我不知道他在你们面前是怎么颠倒黑白的，但出车祸那个孩子，他妈妈是傻子，双腿也瘸了，他爸爸抛弃他和妈妈，他自己在外摆摊赚取家用，就因为何思维觉得他卖的菜脏，一把将他推到路边，他才会撞上花坛，被3轮车的货物压到腿。就算我找不到阿兰，我也不会跟这种女人结婚。叔叔阿姨，你们相信我，我当时的确很生气，看那小孩在路边摆摊儿，踹了他一下。可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个3轮车过来，我是无心的。我们不是非要逼你跟思薇结婚，只是不想看你漫无目的的继续等下去。启宗，高淑兰已经嫁人了，还嫁到了国外，你找不到她的。我们会负责到底的。我处理完公司的事儿，就马上去看你。没关系，叔叔，你忙你的。高淑兰，小图妈妈的名字其实很好听呢。孙老师在照顾我们，他在教妈妈写字呢。我总感觉妈妈以前肯定是个很厉害的学霸。老师也说她的名字很好听。她叫什么名字？高淑兰。你说她叫什么？叔叔，你怎么这么激动？我妈妈她叫高淑兰。谁把你变成这样？到底是谁把你变成这样？叔叔，你怎么哭了？陆先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阿兰，是我。阿兰，我来接你了，以后你再也不用害怕。阿兰，阿兰，是我呀，你怎么能怕我？我是启宗。叔叔，我妈妈害怕陌生男人，你离她远点儿。他怕谁都不会怕我。我是陆启宗，我是高淑兰的爱人。小图妈妈当年被家里人逼婚绝食的时候，好像是说原来有男朋友的，难道那个人是我？冷老师，那个叔叔会把我妈妈带走吗？对不起，小图。老师也不知道，但是老师已经在想办法了。
我已经带阿兰转院，我会为他组织一个专人医疗团队，专门为他治疗。陆先生，你接下来的打算是什么？我让人调查过，阿兰没有领结婚证，她被父母送到你们村的时候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，且不能表达意愿，法律上无法结婚。这个我知道，村里有些女人是没办法领证的，有的甚至没有身份。所以我会带她远离从前的环境，继续治疗。我有话想单独跟林福说，麻烦孙老师回避一下。叔叔，你真的找了妈妈10几年吗？16年，5840天，从来没有放弃过。那你会对她好，不会欺负她，不会打她，不会因为她是傻子就抛弃她吗？你放心，我会将她视如珍宝，用我的一生去守护她。那你带妈妈走吧。你知道我要带她走，你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我听得出来。你说要带妈妈远离以前的环境，我也包括在内。抱歉，你是无辜的，但是她更无辜。我的存在是妈妈的污点，叔叔，如果妈妈有一天清醒过来，不要告诉她我的存在，不要让那段噩梦成为她人生中抹不去的痕迹。你是个好孩子，可很多事情我们都无法选择。好好养伤，以后她不再是你妈妈，她只是高淑兰。我要将那段伤痛的经历彻底从阿兰人生中剜出。妈妈，妈，你快歇歇，剩下的我来。傻子，打你都不知道疼不是？都笑我花钱娶傻子，傻子还手啊！爸爸，别打了，要打就打我吧。爸爸，我害怕，这里好冷，你放我出去吧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你妈就是个傻子，她天生就该挨打，以后你再也不许救人，就放你出去。他们都说我妈妈是傻子，可是我的傻子妈妈却知道护着我。林海，这个蠢娘们儿居然还知道护崽！妈，我不想你走。妈妈，妈，一直往前走，别回头。阿兰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就知道你不是会不告而别的人。我找了你10几年，看到你的第一眼，竟然没认出你。你知道我那时候怎么想的吗？我宁可你是找了有钱人，宁可你是抛弃了我，也不愿意见到你现在这个样子。等你好了，我就跟你求婚，你会答应我吗？阿兰，阿兰别怕，是我。自从你找到他，就再也没有理会过任何人。启宗，他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？有事。我知道他现在成了傻子。我舅舅是国内最权威的精神科医生，我已经帮你约了他。如果你敢让你舅舅假借治疗的名义，试图对阿兰造成任何伤害，我绝对会10倍100倍的偿还到你身上。张医生，情况怎么样？不太理想。他这样的情况维持了10几年，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想出治疗方案的。我建议你可以带他去以前常去的地方，看能不能刺激他想起以前的回忆，从而刺激他恢复正常。还有一件事，他的双腿已经检查过，功能性损伤并不严重，是他受伤之后没有经过及时治疗，一直处于瘫痪状态，所以即便双腿已经愈合，他也忘了该怎么行走。到底经历了多少折磨和痛苦，才会让那么倔强坚强的你，精神彻底被击溃？
阿兰，那边是我们大学的图书馆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相处时间最多的地方。哪怕上了大学，你也没有丝毫松懈。为了维持你第1名的宝座，骗我说你在追剧，其实在图书馆偷偷学习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争强好胜的女孩子。一开始觉得在你身边很有压力，可后来看到你做课题时认真专注的样子，不知不觉就被你吸引。阿兰，如果没有10几年前的意外，你说我们会不会已经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？阿兰，是我。如果美好的回忆唤不起它，是不是只有用刺激的方式才能让它好转？阿姨，这就是你说的嫁到国外去的女儿，还记得吗？还认识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我们高家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你是以什么身份来质问我们？这10几年，我不知道找了你们多少次，你们每次都说阿兰嫁到了国外，嫁给了有钱人，可她是被你们像物品一样卖到了偏远山区。你们是她的亲生父母啊，为何会狠心至此？你少在这里乱说！阿兰跟别人是你情我愿，你少在这里拆散我女儿的婚姻。婚姻？你所谓的婚姻把你女儿变成了什么样子？她是高淑兰啊，她是从来都不认输的高淑兰，最坚韧倔强的高淑兰。你们看看她现在的样子，你们知不知道她这些年过的什么日子？你们知不知道她吃了多少苦？她被你们活生生给逼疯，又被扔到那种穷凶极恶的地方被人糟蹋，哪怕是血海深仇也不过如此。可你们是她的亲生父母啊！就算你们不想要她，不想救她，哪怕告诉我一声她在哪里也好，我就能早点找到她。你们为什么自己抛弃她，却还要阻止我去找她？为什么？回去吧，既然嫁了人，就该待在自己的小家庭。我们只是不想让你破坏阿兰的家庭，才不让你知道她的下落。你以后别来找我们，我们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阿兰，你想起来了吗？爸妈，我不嫁，我不嫁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你书白读了，这点道理都不懂。不想吃就不吃，一个连婚姻大事都不听父母话的女儿，饿死算了。饿死算了。阿兰，回家，回家。阿兰，别怕，我在，我带你回家。我带他去见了他的亲生父母，他反应的确很大，当时就情绪激动晕倒，可回来之后一直都是噩梦呓语的状态。医生，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好起来？既然你们的美好回忆没用，痛苦的回忆也没用，那就只有2种办法了。您说，一是他的执念，他一直在念叨的人，或许是问题的关键。还有一种办法，就是彻底抛弃掉原有的环境，一切重新开始，将他的世界重塑。阿兰，不是一直很想去瑞士吗？我带你去住卢加诺湖边庄园，给你请去世界上最顶尖的医疗团队。等你好转了，我们就在那里慢慢变老，好不好？或许我们也可以去新西兰，
你怕蛇，我们可以去一个没有蛇的地方。叔叔阿姨，你们说句话呀！难道真的要看着启忠离开吗？这不是我们能劝动的。他没找到人的时候，我们都劝不了他。他现在找到了人，我们说的话更没用了。启宗这孩子从小就太有主见，但凡决定的事儿，没人能改变。他都在瑞士安排好了我和他爸养老的事儿，只要我们点头就能过去。你说让我们怎么劝他？这孩子也是个可怜人，他要是过得好，兴许启宗找到他，把心结说开，两人也就慢慢淡了。可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了解启宗，他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国内的医疗条件也很好，你为什么非要去瑞士？难道你觉得我舅舅治疗不够尽心？我会跟他说的，启宗，你留下好不好？你舅舅已经尽力了。我带阿兰出国是想换一个全新的环境，重新开始。那你的事业呢？你就这么放弃了吗？国内运营稳定，正好可以拓展国外市场。启宗，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你是找了高淑兰很多年，可她现在已经变成这样，她不是正常人了。你确定要背负她的一生？你难道不会后悔吗？我走到今天，从来没做过任何一件后悔的事，即便是创业的最低谷，即便是做错决定濒临破产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后悔。你能问出这样的话，说明你压根儿不了解我。我唯一后悔的事儿，就是给了阿兰父母太多尊重，没有用特殊手段撬开他们的嘴。难怪连叔叔阿姨都拿你没办法，启宗。我知道我并不是多么善良的女人，我自私自大、任性妄为，还会欺负别人。但有件事真的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可或许爱一个人就应该像你爱高淑兰一样，只要爱的人高兴，我就高兴。所以，我祝福你们，我也希望高淑兰可以好转。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再见。老子终于找到你了！你把我赶出去是什么意思？老子千里迢迢从村里跟你来城里，才过了几个月，就想把老子踹了！哼！你说为什么？医生都说你无精症，听不懂吗？老娘可是想要小孩的，你生不了就滚，别想让老娘绝后。那医生都是为了骗钱才故意这么说的，我怎么可能无精症？我都有儿子了，我生育能力没问题。哼，那又如何？你有儿子只能说明你以前能生，现在上了年纪精子不行了呗。况且，我那会儿是恋爱上头，又看你身上有点存款才叫你一起出来的。现在你又不能生，又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，我当然要把你踹了。你凭什么说我不负责任？村里谁不知道你又没本事又爱打老婆孩子？你儿子那么懂事听话，你喝了酒还不是往死里打？嘴上说的好听，实际就是个毒妇。你这样的人生不了也是积德，也就临途造孽摊上你。好，好，好，想滚就滚，老子就不信，老子还没人要了。就算你们都不要我，回去还有我儿子养我。我那傻子婆娘又能做事又能抗揍，我儿子成绩好，能干农活，以后有的是你们羡慕的。你怎么不多住几天？你放心，医药费都是肇事者承担的。我想回家，想回去上学，我不想一直待在医院。我刚跟陆先生联系了，他说会带你妈妈出国疗养。真好，希望妈妈能早日康复，不要记得我。你们去哪儿了？啊！你们是不是打算跑啊？爸，老子今天被村里人笑话了一路，他们说有人模狗样男找上门把你妈带走了。怎么，你也想走是不是？你怎么没滚蛋啊？
是你先抛弃我和妈妈的，为什么他不能走？他就该跑得远远的，他原本就不属于这里。混蛋，不孝子！老子给你们吃，给你们喝，你们居然嫌弃老子！老子今天就好好教训你这个不孝子！爸，要不是小图住了院，我还不知道你从来都不带他上学。好小子，学会糊弄你爹了。爸，学校都叫林图傻小子，我不想跟他玩，会被嘲笑的。混账东西！你去学校都学了什么？我听说林图刚出院，腿脚不方便，你现在就去找他，说明早带他去学校，不然就别回来吃饭了。明天起你就别去学校了，老老实实在家给我干农活，过2年进厂赚钱给老子花。不，我要上学。妈妈唯一的心愿就是让我上学，我要上学。老子供你读书，是让你出人头地以后好带我吃香喝辣，结果读出了一个白眼狼，那你还读个屁！腿断了正好，以后老老实实给我待在家，给老子养老送终，知道没有？对了，永恩，你家跟小图家离得近，他是不是腿没恢复好？这都好几天没来上学了。该不该说呢？可林图的爸爸太凶了，还因为打人坐过牢。万一他找我寻仇怎么办？可不说的话，林图会不会被打死？林图，他爸爸回来了！你说什么？林海突然回来，肯定是在外边受了气，到时候发现高淑兰跑了，肯定会往林图身上撒气。孙老师，林图什么时候来上学？就快中考了，他可能是本校这么多年来唯一一个能考上市重高的，可不能耽误了学业。林海忽然回来，我担心他会对林图动手。永恩，你跟老师说实话，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了，我看到林图被他爸爸往死里打，还说不让他来学校了。这还得了啊！孙老师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阿兰，飞机很快就要起飞，我们马上就能过新生活了。你不想走？小图回家。我知道你舍不得他，可他代表着你最痛苦的回忆。阿兰，我不想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请乘坐本次航班的旅客前往登机口。你也别怪我狠心，我这是在教你什么叫孝道。你俩有啥事儿？没事就滚。林哥，别生气啊，我们也是来瞧瞧。听说你傻媳妇跟男人跑了，我们那天还帮你阻止了呢。是啊，林哥，你看我们身上的伤，这都是被那个野男人揍的。不过听说你儿子跟那个野男人关系不错，还帮他带走你的傻媳妇儿。你这儿子胳膊肘往外拐啊！去给我把门关上。还不服气是吧？老子今天就好好压一压你的反骨。林海，你这是犯法的！鸟不拉屎的地方哪里讲得了法律？老子今天就是把你们都埋了，谁又能找得到你们？林哥，别急啊，这娘们倒是有几分姿色。村里女人少啊，年轻女人更少，哥几个都好久没摸过女人了。这种女人，老子见得多了。哼，不会老是跟你的，不过玩玩倒还可以。你们先玩着，等玩腻了，这娘们留给我，我让她给我再生个1儿半女的，这女人就是我的了。林哥聪明啊，这女人一旦生了小孩，就相当于断了腿，就算想跑，这心里也跟上了把锁一样。阿英是个好女孩，我求你们别毁了她。她原本可以待在大城市的，她是为了村里的孩子们才回来的呀。她这么伟大，这么善良，不能只是为了孩子们着想，也得为我们这些单身汉着想，是不是？对呀，对呀。嗯。松嘴！你是狗吗？林图，松开他，他会打死你的。你再不松开，
我就把你打得半死，扔到猪圈去。你妈前几年嫁过来的时候不安分，老子把她关几回猪圈，她就老实的不行了。妈妈，以后的你再也不用遭受这些了。如果世界上真的有神，我许愿让妈妈经历的磨难痛苦，统统让我来承受吧。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！林图，林图，不走，不走，这里疼，不走，小图，回家。好，我带你去找他。我找了那么多名医，都没法让你从轮椅上站起来，可是林图做到了，让你们分开。我是不是做错了？你是怎么找回来的？我，对不起，孙老师和校长都是好人，林图也是好人，我不想看他们被打死。陆总，怎么处置他们？报警，把他们在外面犯的事儿都捅出来，牢底坐穿。听说了没？林海跟黄毛光头那2个混喝醉酒，躺在了猪圈里。结果那猪太久没喂，发了狂，3个人都被猪给啃了，一个没了耳朵，一个没了半张脸，还有个都不是男人了。谁叫在外面犯事儿了？不然警察怎么会来抓他们？我之前还听说他们手上沾了人命的，只是没查出来而已。听孙干部这次说，怕是以后都出不来了。你的确是个好孩子，既然阿兰这么爱你，或许我该接纳你。医生，他怎么了？他失血过多，现在急需输血，但医院血库暂时没有他的血型。他是什么血型？O 型。我也是 O 型，输我的吧。陆先生先去做个简单的检查，确认身体没问题，就马上安排护士给您抽血。对了，您和林图不是直系亲属吧？通常直系亲属之间是禁止献血的，会给被献血者造成极大风险。我和他没有血缘关系，现在就去抽血吧。他不能献血。阿兰，你醒了，你清醒了。以前的事我都想起来了，启宗，我什么都想起来了。启宗，你不能给小图献血。阿兰，小图是我的孩子吗？是。陆先生，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，林图的确是您和高淑兰女士的孩子。我之前都做了什么？我差点把我和阿兰的孩子放弃了。但有件事儿，您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是血源不够吗？我现在立刻联系其他血库，让他们紧急调 O 型血过来。血型储备已经够用了，只是林图2次入院，我们发现他这次指标跟上次相比十分异常。经过仔细检查，他很可能是得了急性白血病。嘘，妈妈在睡觉。叔叔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你应该要带妈妈走的。你妈妈放心不下你。都是我的存在害了妈妈。以前爸爸打我，都是妈妈挡在我面前。他们都说妈妈是傻子，可我知道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。是我对不起你们。叔叔，你哭什么？我听护士阿姨说，妈妈现在恢复得很好，也逐渐记起了以前的事情。谢谢你，
叔叔，孙老师和校长没事吧？他们没事儿，已经恢复好，回学校上课了。永恩呢？他没被寻仇吧？不会，坏人都被抓起来了。那太好了，叔叔，麻烦你以后照顾好妈妈。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，真希望妈妈不要记得我，这样就不会伤心难过了。小图，你……小图，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撑不了多久了，叔叔，你答应我一定要好好对妈妈。这辈子她当我的妈妈实在是太辛苦了，叔叔，不要浪费钱来救我，我本来就不该出生。小图，我是爸爸，不要说这种话，我是爸爸呀。爸。小图，小图，你睁开眼看看我，我是妈妈，妈妈不傻了，妈妈都记起来了。小图，你看看妈妈。启宗，小图会没事的，对吗？他一定会没事，我会竭尽全力救他。启宗、舒兰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这个时候来打扰你们。这个孩子的事我都知道了，真的很对不起。我那时候还推了领土，如果不是我害他出车祸，他或许就不会得这个病。我是很自私，我不是什么好人，可我也不是畜生。如果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，我当初绝对不会因为泄愤就对领土动手。舒兰，真的很对不起。舒兰，你受苦了。这是我们的孙子吗？为什么偏要在他找回来的时候给他这么大的磨难？他是个好孩子呀。爷爷、奶奶，我可以这么叫你们吗？小图，是不是吵醒你了？一下多了这么多家人，我开心还来不及呢。这么可爱懂事的孩子，老天爷为什么要带走他？为什么呀？妈，医生说了，还有一线生机，您先别着急。好孩子，你喜欢什么，一定要跟爷爷奶奶说，爷爷奶奶拼了老命也给你找来。这是梦吗？如果是梦的话，真希望不要醒来。我是不是太贪心了？林图，阿姨真的对不起你。没关系的，阿姨。如果不是你，爸爸也没那么快找到妈妈。你太懂事了，阿姨真的很惭愧。是阿姨对不起你，以后我再也不会随便伤害别人了。小图需要休息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想好好陪陪他。好孩子，你受苦了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也要好好保重自己。要是早知道你在那种地方受苦，我们不该阻止启宗去找你的。说到底，要是启宗能早点找到你们娘俩，说不定……叔叔阿姨，这不怪你们。我现在唯一的心愿，就是能让小图好好治疗。启宗啊，这么好的孩子怎么会治不好呢？医生说希望渺茫，但不是没有希望的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启宗，你公司这么大，应该有很多人脉资源的，想想办法救救那孩子啊！爸妈，那是我亲生儿子，我怎么会不想救他？但医生说了，治疗过程会很痛苦，就算勉强拖延到最后，也不一定救得回他。我想要小图活着，可我怎么忍心看他被病痛折磨？妈妈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是个大学霸。你怎么知道？大家都说你妈是个傻子，只有你非觉得我很好。你才不傻，我知道的，你只是不愿被同化。
如果有下辈子，我还想让你做我的妈妈。妈妈，能跟我多说说你以前的事儿吗？我想记在心里。好，妈妈告诉你。我们来看看小图。孙老师好，叔叔阿姨，你们来了。快滚过去道歉！我跟你说过多少遍要对林图好点儿，要不是你爸跟我说，我都不知道你平时是怎么欺负人家林图的。我也是学村里那些人的，还有林图的爸爸，他总是打人，他是村里打小孩最狠的，经常把林图打吐血，有时候干活慢了就打他。够了，别说了。妈妈，我不疼，以后你也不用疼了，真好。对不起林图，都是我对不起你，你别死好不好？我以前很不懂事儿，我欺负了你，你要给我道歉补偿的机会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死了行不行？我让你揍我，你千万别死，我真的错了。我没怪你。不，你要怪我，你得慢慢报复回来。林图，你死了，我这辈子都会难过的。那你答应我一件事儿。什么事？邻居家的妹妹小南，你能不能带她去上学？她每天都要走很久的山路，还要赶回家干农活。她妈妈说，要是再耽误干活，就不让她读书了。我答应你，等你好了，我把你们俩都带上。小图，你有没有什么愿望？我记得以前布置课堂作业，要求同学们当自己的心愿写在作业本上，只有你没交上来。我想要回学校上课的时候，妈妈给我送一次饭。阿姨经常给永恩送饭，每次老师站在教室门口说：“永恩，你妈妈给你送饭来了。”然后她就会拿回一个香喷喷的饭盒，我们大多都是从家里带饭，吃的时候都已经冷了，同学们都很羡慕。我那时候想，要是我妈妈也能给我送一次饭就好了。我从来不知道这些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时候的我被亲生母母放弃，我便也抛弃了自己，以为在自己的世界疯疯癫癫，就不用承受现实的折磨和痛苦。可我没想过，我的孩子也过着一样的生活。妈，你别哭，我不想要这个心愿了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你是最好的妈妈。小图，我没事儿，我要完成你的心愿。阿兰，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。事已至此，还有什么更糟糕的消息吗？你爸妈现在也在医院，你爸突发脑溢血，大概率瘫了，你妈也查出了胰腺癌，他们想见你和小图一面。陌生人而已，没有必要。我现在只想好好陪着小图，实现他小小的心愿。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自习半小时，然后下课。林图，你妈妈给你送饭来了。小图，妈妈给你做了排骨、红烧鱼，你读书辛苦了，多补补。哇，好香的饭菜，肯定很好吃。林图，真羡慕你有个手艺这么好的妈妈。别忘了还有爸爸给你熬的汤。读书辛苦了，要好好加油。林图，你爸爸妈妈对你真好。我一个人吃不完，大家一起吃吧。真好喝。亲爱的爸爸妈妈、老师、同学，请不要为我难过。世界很好，我来过，我爱过，再见。这么多年，我每年都来看你。虽然你走了，可你却永远留在我心中。你放心，我会把你的美好品质继续播散出去，让更多人体会到这份善良的光辉。小图，你跟校长都说了什么？我跟校长说，我和孙老师都继承了他的遗愿，将山区学校发扬光大。
现在村里只有最后一批留守学生了，村里的发展也越来越好。你呀，越来越像你爸年轻的时候了。你的病还没痊愈，医生说只能长期控制，你要注意身体，不要总是沉迷工作。妈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，我想在有限的生命里创造无限的价值，就像校长和孙英老师一样，我也想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事儿。别胡说，你肯定能长命百岁，我和你妈还等着你送终呢。哎，你们父子俩能不能说点吉利话？